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杜野华，现在是4月19号啊，今天是周二，周二的盘后。今天的市场呢，其实是一个震荡走势，上证指数基本上是平盘啊，跌了0.05。从涨跌家数比的话，最近要好一些，2684家涨啊，下跌1807。实际上昨天我跟大家讲了，因为这走势不大明朗，但是我判断调整已经结束了。今天呢，说实话看不太清楚，但是我的观点目前没变。从走势上来讲，其实现在这个走势就是一个不断的1分钟级别的震荡。这个震荡呢，虽然说现在看不太出来方向，我自己觉得现在还是偏强的。几个原因，一个是跟大家解释了，我觉得超跌股这块，我认为接下来应该是往上走的，而这里面占的股票数量应该是绝大多数。昨天我特别给大家说了，我说如果指数不能往上走，短期或者还要往下走一走，大家记得我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说蓝筹股可能会拖点后腿。我昨天给大家举的是那个上证50的股指期货。其实你看这走势，就是今天上证50这个位置下午往下杀了一波，把指数也往下带，然后尾盘一个探底回升。这个走势呢，其实你看到它，因为它在走一个下跌结构，但是因为这个结构上来讲，我觉得往下的空间其实有限的，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这个即便蓝筹股再杀，往下的空间应该不大。那如果加上蓝筹股的预判是空间不大，往下的空间不大，同时加上超跌股，我觉得我的判断是要往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指数这里应该是选择向上的，而这次向上有可能体现的持续性比前面都要好，这是我目前对指数的一个判断。今天其实实际上是谁在对指数造成负面影响呢？最主要就是证券嘛。你看那个证券这个地方往下，下午的时候往下的时候，其实不就是指数往下跌的过程吗？今天上午直播的时候，我们也在点评这个板块，因为大家知道我不太看好证券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我们在这儿画了一个压力嘛，15分钟级别上，大家看到了在这儿。然后我说这个压力没过之前没法看嘛，要不就掉下去。实际它这3次都是在压力面前就停住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咱们上午讲直播特别提到这个板块，是因为说这个板块的结构就跟上证50是一样的，它现在是个1分钟下跌中枢。说实话，这个我觉得它没被吃，所以有可能继续震荡，或者有可能再稍微往下冲一冲。但我会觉得，在整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板块可能对指数形成这种特别大的负面影响的概率已经比较小了。所以我才说，即便这个东西现在可能还是一个负面走势吧，但是我会觉得影响可能在变小。所以指数这块来讲，我的观点跟昨天是没有变化的，我还是倾向于指数已经调整到位了。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有没有一点稍微快速一点的，比如说力度大一点的阳线能出现？这个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可以憧憬一下。我是觉得这可能是这一周的后面几天里面我们可以考虑的事情。昨天跟大家聊了，因为我说现在是两手抓嘛行情，一手是抓这个强势板块回调，主要是像这个地产啊，包括中药啊这一类，还有一类是抓超跌。今天呢，很多超跌股没涨，还是有点跌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吧。他们现在什么状态？我就以昨天我说到了，我说哪些东西可能脱颖而出的时候，我说了两个方向，3个还是2个？一个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今天涨了微涨一点点。我现在看这个数字经济的状况呢，就是我不能说具体个股，但是我觉得它现在是个做1分钟中枢的一个雏形。而这个1分钟中枢，我换个颜色啊，这个不能用蓝色，蓝色大家会有误解，应该是用红色才对。就是说这地方可能是个1分钟上涨中枢了。那明天可以再震一震，比如说下啊上再下，但这个结构只要维持住了，我认为后面迎来的应该是向上的概率比较高。然后光伏的话，我就用 HJT 概念，等会儿啊，就是那个 HJT 电池，我这里挡住了，算了，我打光伏概念吧。光伏概念啊，情况差不多。现在我也觉得是1分钟中枢的向上走出来了。其实这个区间，我是觉得针对我们现在看好的一些超跌股来讲，现在我是觉得稍微强一点的话，都应该在做第一个1分钟上涨中枢。接下来就是看这个1分钟上涨中枢怎么走。其实光往上还不行，同学们。你比如说这个震荡完以后，明天震一下，后天就往上了。这个往上啊，如果要发展的好的话，不能跟之前形成背驰啊，这个力度得比之前更大，这个行情才是能发展成一种特别声势浩大的走势。如果说一冲就背驰，这个呢空间有限，或者说北方话就是走的特别磨叽啊。所以接下来来讲，我们要看的就是说，第一，我们预判的对不对？
我的预判是现在是1分钟上涨中枢，应该是往上的概率高，然后要看往上的时候力度，或者这么说，要看往上的过程中有哪些超跌板块的力度是比之前更大，不背驰的。我们肯定后面如果要加仓的话，你优先就要往这样的板块里去选，对吧？有些东西如果确实冲上去了，但是是背驰的，如果有，然后把这个可能要换一下，换到一些可能潜力更好的板块中，基本思路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今天跟大家把这个行情聊一聊，把我最新的看法以及我对这些板块动态的跟踪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也希望，给大家能起到一些帮助吧。另外，今天其实农业是有异动的，农业因为之前我其实说过了，我中线看好的方向中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走势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农业这里是有一点点要突破的迹象。虽然我不能讲突破成功，对吧？但是它是有这个潜质在的。今天震荡了以后，这个位置往上冲，这儿呢，如果大家看一下周线，应该也能看出来了。现在这个冲它是有特殊意义的，就是我现在不能断定成不成，对吧？但是这儿如果冲过去了，那对农业而言的话，那这可就是一个中线很厉害的一个突破了，因为这个周线级别应该震荡的时间相当长，所以我觉得关心农业的同学可以看一看吧。这个成不成，一般是这么看，你不用急着下结论，你应该要等它先冲上去，然后等它回拉确认。我觉得像火箭炮一样的，哒哒哒哒哒哒就上去了这种，那可能性不大的，所以一般是等回收确认。这里我觉得稍微提一下，因为这是我们之前也说过的中间方向，好吧？今天跟大家就分享这些，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栏目，各位，明天见。